奥斯汀在第二次乌克兰联络小组线上会议后表示，约有20个国家提出了新的军事援乌计划，其中一些国家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火炮弹药、岸防系统以及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也有国家承诺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培训，维持其军事系统等。Now, we'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since the contact group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Ramstein summit last month. And today, together with Minister Reznikov and his team,We've gained a sharper and shared sense of Ukraine's priority requirements and the situ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奥斯汀随后点名丹麦，称特别感谢该国正式宣布将提供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及配套发射器，以帮助乌克兰保卫其海岸。此外，捷克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直升攻击机、坦克以及导弹。鱼叉导弹射程近300公里，足以威胁俄罗斯舰船。尽管奥斯汀并未具体说明丹麦所提供的鱼叉具体型号，但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指出，丹麦国防军装备的是鱼叉 L4 Block 2型鱼叉导弹，不仅能够打击水面目标，对武器控制系统升级后还可支持打击港口和地面目标。不过，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质疑，向乌克兰提供这类射程更远、威力更强的武器，实际上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训练时间长、维护困难、可能被俄军缴获等，都将引发冲突升级。此外，俄罗斯方面也曾多次指出，一旦北约供给乌克兰军队武器弹药的运输工具出现在乌境内，将被俄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纠集之下，首次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上月在位于德国的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开。当时奥斯汀就放言称，该会议将每月举行一次，力图打造成为讨论乌克兰防务需求的联络小组。周一举行的第二次联络组会议则进一步扩容，加入了奥地利、哥伦比亚和爱尔兰等新成员。美方透露，下一次会议预计在下月15号举行。有观察指出，首次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是各国对乌军援的一个分水岭。德国、荷兰等之前只提供防卫型武器的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此外，美国在德国斯图加特还特别建立了一个控制中心，专门负责协调美国和盟国部队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运输、交付等事宜。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时也说，乌克兰正在进入一个质变的根本性的新阶段，乌克兰武装力量正在改用北约武器，并全面向北约标准过渡。不过，此前一直表态支持乌克兰在战场赢得胜利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日罕见承认，欧盟的军事储备已经枯竭，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称，我们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造成的军事储备枯竭，是我们欧盟防御能力不足的最明显例子。欧洲呢，自从上一次可以说大规模的采取军事行动，就是20多年前，从那之后基本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这个军备方面，基本上是投入不多。过去20多年，和美国、俄罗斯相比，这些国家军费涨幅都是几十、几百，而欧盟只有20%多的涨幅。在这个军事上，可以说他们确实是准备不足的。如果遇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把大量的这个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当然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此外，美国在军援乌克兰方面也频遭外界诟病口惠而实不至。尽管拜登在上周飞往韩国的途中签署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但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格林近日批评这项法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洗钱计划。近日，俄罗斯网站更引述美国问题专家巴丘克的话称，美国援助乌克兰的400亿美元中，绝大部分将会流入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客、武器制造商高管、供应商、承包商、五角大楼军事顾问和专家等手中，分配给基辅的少量资金也会在贪腐和无效率中被浪费。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将满3个月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驻扎在欧洲行动区的美军人数比冲突开始前增加了30%，目前约有10.2万。这是自2005年以来，美国首次在欧洲驻扎这么多人，大部分驻扎在波兰和德国，其次是意大利和英国。而随着冲突持续，波罗的海国家也已经要求增加在该地区的驻军。然而，在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已重新开放的情况下，关于美军是否需要重新进驻乌克兰以保护美国外交人员的问题，米利却在发布会上含糊其辞称，此事仍处于低层级讨论阶段。Any reintroduction of U.S. forces into Ukraine would require presidential decisions.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may have been out there in the media, those are planning efforts that are underway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None of that's been presented yet to the Secretary. 这还是表示美国坚持在俄乌战争之前，包括进行当中所持的立场，也就是说，只提供武器，不会出人。就是他虽然向这个欧洲派遣了大量的这个部队，但是这些兵力呢都部署在北约国家。美国非常谨慎，他甚至连向这个驻外使馆派遣这个海军陆战队这种惯常的操作，就是这种外交惯例，他都不敢来尝试。也就是说，显示出他非常担心，如果派出这个军事力量，导致和俄罗斯之间擦枪走火。